各位有缘人，在我们的日常里，不时会经历一些难以置信且神秘的事件。这些现象通常与我们的信念和信仰紧密相连，其中最令人着迷的便是所谓的仙缘。古代有诗句描绘33天之上，还有更高的天，9霄之外居住着神仙。这句诗表达了神仙原本也是凡人，但只有那些意志坚定的人才可能成为神仙。神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自古以来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直至今日，人们对神仙的信仰和崇拜源远流长，起源于古代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。他们相信世间万物背后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掌控，这种力量或是神或是仙，统治着世界的万事万物。道教中将仙人分为天仙、神仙、地仙、人仙和鬼仙，这代表了人类能力的最高境界。在仙道的理念中，这种认识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深深植根于文化之中。例如，古代小说《封神榜》就清楚地表明，天地间的众神都是由仙界所封赐的。许多信仰者对于仙缘的存在感到困惑，他们好奇仙缘究竟是什么。现在我来为大家解答这些疑惑。仙缘这个概念在现代有着广泛的含义，基本上所有五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所生的生命，现在很多都被视为仙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六道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中的所有众生都是仙的？实际上并非如此。道教有其独特的神仙体系，而在世间还存在着人们常说的仙家。有缘的信仰者会与这众仙缘相连。在民间通常所说的仙缘，主要指的是上方仙、天仙、地仙和鬼仙。今天我们将重点讨论这几种仙缘，希望各位有缘人能对此有更正确的理解。第一，上方仙。这类仙家通常指的是在天界或仙界中拥有较高地位的神仙。在道教信仰中，他们被认为拥有强大的法力和智慧，能够为信徒提供指导和帮助。在古代文学作品中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类仙家的形象，比如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以及玉皇大帝等。这些仙家不仅是道教信仰的核心，也是民间故事和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。他们通常被视为道德和修行的典范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。第二，地仙。地仙与人间世界有着更紧密的联系，他们可能曾是人间修行者，通过修炼而成仙，但选择留在人间，与人类社会保持一定的互动。地仙通常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或自然现象相关联，如山中的狐狸精、蛇精等。在民间信仰中，地仙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，有时会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，或在特定的节日和仪式中接受供奉。
鬼仙通常是指那些已经去世，因特殊原因未能投胎转世的灵魂。在道教中，他们被认为拥有一定的神通能力，能够与活人沟通。鬼仙可能与人们产生联系，是因为家族传承、前世因果或其他特殊的因缘。在道教的一些仪式中，人们会通过祭祀和超度来帮助这些鬼仙解除痛苦，实现解脱。道家认为，仙缘是人们通过修炼达到与仙界交流的机缘。在道家信仰中，仙缘指的是个人的气质、命运和生命力量，与仙境相通的缘分。修炼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与仙界交流的能力，与神仙相通，达到长生不死的境界。因此，仙缘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，但也并非复杂。关键在于个人是否真正能够确定自己拥有仙缘。这种确定并非他人告知，而是随着时间推移，个人通过慢慢沟通和领悟来实现的。许多拥有仙缘的人都曾遭遇过酬仙的报复或阻碍。那么酬仙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有些是因为我们在累世的轮回中所伤害或杀害的生灵，还有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所伤害、害或杀害的。不论是哪种情况，如果今生这些问题找到了我们，那便是我们应该承受的，是我们需要偿还的债务。面对这个问题，有些人会感到害怕，有些人则想寻求他人的帮助来处理和解决，比如通过送走或化解等方式。然而，这些方法的最终效果如何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有时我们越是试图送走或解决问题，情况反而可能变得越严重，越难以处理。这一切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心去感受他们的苦楚、无助和无奈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将心比心。我们常常只想到他们是我们的仇人，是他们害我们、阻碍我们，但我们何时真正思考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前世自己所种下的因，或者是今生我们该偿还的债务，又或者是我们的祖辈所造成的伤害。作为子孙，我们应当承担这些责任。我们应该用心去感受他们的痛苦，以慈悲心去感化他们，直到我们不再怀有敌意。我们应该用我们荆州只强大的内在力量去帮助他们。那么仙缘是怎么来的？主要有以下的3点：一、老相根，这个应该是占比最大的，就是说你家里面长辈过去有干这一行的，供奉仙家出马看事的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他本人不适宜再从事看事的工作，那么仙家会从晚辈当中选一个最佳的人选继续传承下去。那么由于各种原因找到你了。二、天生自带的缘分，有的人是童子转世，天生体质不同，或者自带上方缘分，那么出生的时候会有的仙的护法，或者是有的仙家看着你带上方缘分，跟着你的化修行会更有利。还有就是你累世当中的缘分，
比如你某一世和仙家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结了缘分，这一世找到你了，这个缘分可能是善缘，比如你救了他们或者帮了他们，也可能是恶缘，你伤害过他们，如今要求你从事出马仙行业。3后天的缘分，比如说你天生对玄学神灵感兴趣，又深入学习了一下，还掌握了一些技能，仙家觉得你有这方面的灵性和天赋，就来找你了。或者你某一天生了一场大病，体质发生了改变，也会出现仙家找上来的可能。还有就是你某天伤害了仙家或者他的子孙，他也可能找到你，先折磨你一番，然后抓你当小弟。还有一种就是你本身没有这方面的缘分，但自己觉得自己有，并且每天盼着仙家找来，这样时间久了，身体和精神发生变化，磁场也变了，就招来了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我是仙缘之人。接下来再具体说说身上有仙缘的13个特征。1. 仙家显灵，常见于梦中，表现为一只或几只狐狸出现，并在面前逐渐变成人形。这一现象象指着智慧和灵性的觉醒。狐狸幻化为人形，通常预示着与神秘力量的沟通，或是即将获得某种重要的启示。2. 梦见神仙，在梦中见到神仙出现在面前，同时感受到光的温暖，这实际上象征着获得神仙的加持。少数人因此会获得特殊能力，这种梦境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引，也是一种心灵净化的过程。3. 梦见飞翔，频繁梦见自己在梦中飞翔，飞行的方式各不相同，共同点是起初飞行困难，容易掉落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飞行时间逐渐变长，这象指着精神成长和自由，以及随着时间的积累，个人能力的提升。4. 梦见旅游，许多人会梦到自己前往美丽而有趣的地方，有时独自一人，有时与众多人同行，包括一些似曾相识的人。有的梦境甚至让人感觉彷佛去了天上或地府，目睹平时无法想象的景象。这种梦境代表了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精神世界的好奇心。5. 鬼压床，经历这种状态时，虽然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睡觉，并且迫切想要醒来，但却怎么也醒不过来。在拼命挣扎后，最终费劲地醒来，可能会感到头脑发胀、发闷，身体无力、筋疲力尽。有时在这种状态下，还能听到有人与自己说话。这种清醒的意识与身体的无力感形成鲜明对比，提示我们需要解决某些内心的冲突或恐惧。6. 梦中学艺，在梦中学习阵法、符咒等知识，但醒来后往往记不住，这反映出对知识和精神力量的渴望。7. 神秘馈赠，
在梦中收到神秘物品，如旗帜、印章或法宝，这代表你正在接收某种特殊的保护或力量。这些物品象征着即将到来的机遇或挑战。8. 异于常人的直觉，拥有敏锐感知周围环境和氛围的能力，甚至能预知未来的发展。这种直觉超越普通人的第六感，是一种更为超凡脱俗的能力。当这种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时，有仙缘的人将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，避免陷入困境。9. 对道德伦理的坚守，有仙缘的人通常具有高度的道德觉悟和伦理观念，他们明白善恶之别，始终坚守正道。这种坚守并非盲目的固执，而是源自内心的坚定信念。当这种信念得到强化和传承时，有仙缘的人将成为社会的楷模，引领人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10. 治愈能力，有仙缘的人往往拥有一种神奇的治愈能力，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人摆脱病痛和困境。这种治愈能力并非普通的医疗手段所能比拟，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强大力量。11. 好奇心，有仙缘的人对神秘事物往往有着强烈的好奇心，他们喜欢探索未知的世界，寻找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相。这种好奇心驱使他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更加勇敢和坚定，不畏艰险，勇往直前。12. 独特的艺术天赋，有仙缘的人通常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天赋，他们在音乐、绘画、舞蹈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才华。这种天赋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经过长时间的修炼和磨练才显现出来。当这种天赋得到充分发挥时，他们将成为艺术领域的璀璨明珠，照亮人们的心灵世界。13. 身体异感，身体各部位偶尔出现神经跳动和不适感，这可能与仙家窜七窍有关。七窍指的是人体的7个开口部位，即2只眼睛、2个耳朵、2个鼻孔和嘴巴。道家认为，这7个部位是人体与外界，尤其是临界进行交流的通道。在这里，窜意味着穿透或激活，因此仙家窜7窍通常指仙家能够通过人体的这些开口部位与个体进行沟通，或者使个体能够感知到仙家的意志和指引。以上13个特征可能全部出现，或者部分出现，这都是身带仙缘的体现。接下来具体讲带仙缘的女性。仙缘太重的女人通常具备以下特征： 1. 容貌出众，她们拥有精致的五官、细腻的皮肤和明亮有神的眼神，整体给人一种非凡的感觉。 2. 气质高雅，她们的举止文雅得体，言谈自然优雅，庞复超脱尘世，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 3. 神秘感，他们常常带有一种神秘感，让人难以窥探其内心世界，这种神秘感增添了他们的魅力。 4. 灵动身姿，
他们的身姿优雅灵动，行走间如仙子般，每个细节都流露出柔美和优雅。5. 和谐的声音，他们的声音通常柔和悦耳，能给人心灵上的抚慰，令人感受到宁静。6. 亲和力，他们具有很强的亲和力，能与不同人建立良好关系，让人感到舒适和放松。7. 感知力敏锐，他们的感知力非常敏锐，能察觉到周围事物的微妙变化，有时甚至能预知未来。8. 能量场强大，他们身上常带有强大的能量场，散发出令人舒适和平静的能量。9. 独特洞察力，他们对事物有独特的洞察力，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，给人智慧和深度之感。10. 影响力，他们具有很强的影响力，言行能激励和感染他人，带来正能量和启发。当然，有仙缘并不代表就一定能成仙。要知道，成为神仙是需要很大的福报的，而福报来源于我们平时积累的功德。拥有仙缘的人，将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、更高、更美，成为值得学习和尊敬的典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感谢各位的喜爱，我们下期见。